大家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频道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那么本次视频我们将要说的是美股的特斯拉，是来自于我们的会员约稿。其实这支票之前在我们正经参考频道建立以来，我们陆续出过3期视频，分别是在4月24号、5月13号和6月10号。都聊过这个特斯拉的整体走势。那么从第1次到第3次的视频当中，我一直维持一个观点此处从相对的低位开始向上，它是存在一波反弹性质的这个上行的。那么当时给出的上方的预期反弹目标是位于410到423美元。那可以看到最近这个目标价格区间也是抵达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再次跟踪一下这个特斯拉的此次的反弹性质的上涨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整体向上还有多大的空间，短线还有没有值得参与的这样一个结构或机会。那么我们带着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本次的话题。那首先我们还是要从大结构去梳理它前期的这一波整体的上涨一个趋势。前期整体的一个上涨趋势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五浪推动形态五浪推动形态之后，在这个第5浪当中，它仅仅是走完了一个3波的走势就完成了。目前我们还不能把它当做第5浪内部会走出一个引导终结楔形的这样一个结构形态，我们只能把它先当做3波就结束了。那在这个3波走势结束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一下更小周期的周线，从相对的高位出现的这一次的这个回落或者说是调整。为什么前期我会认为从这个490美元左右开始的回落，认为它是一个认为它是中长期调整的一个开始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此处的结构当中，它出现了一个疑似这个引导楔形5波推动的这样一个结构，或者说五浪推动的这样一个结构。那出现这样的结构预期来说的话，一般后期我们会看它走出一个535的锯齿形态，那也就导致了在这一次黑色段的五浪推动下跌结束之后，我们当时会认为从相对的低位它会向上去运行一个3波的反弹走势。那如果按照这种预期去认定的话，那前期第1阶段的下跌它就是一个 A， 调整是个 A， 当下反弹我们就处于这个 B， 具体来说我们就处于当中的这个 BC 的这个环节。那后期等这个 B 浪结束之后可能向下从相对的高位还会有一次C 浪的回撤，而且这个 C 浪的回撤内部结构也会这样一个形态。那按照这种预期来看待目前走势的一个发展，那么其实整体走势已经进入到了这个 B 浪的末端。接下来我们将时间再调整到这个日线图来看一下此次这个浪形。昨天咱们正经参考一共出品了6个视频那其实我们在这个 B 站上传的或者公布的只有港股的赣锋锂业还有美股的 SOUN。那其他比如这个港股的历程中国、港股的九方智投、港股的康龙化成以及美股的 NTLA， 我们都选择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去更新了。所以大家也知道了，我们在 B 站上只上传了一部分，更多的品种可以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和其他会员一起共享。首先研究这个 B 浪反弹，我们必须看一下 B 浪反弹的第1波从215涨到367美元的这波整体的一个走势结构。此处的反弹上行结构目前来看它运行的就是一个3波的形态，在这个3波形态结束之后市场是迎来了短暂的这个调整。由于前期运行的是一个3波形态，调整也是一个3波形态，那么后期整体向上嘛，大概率此处的反弹最终呈现的结果是一个双重3浪。既然是双重3浪，那对于这一整波反弹的 B 浪来说，内部结构的第1阶段就是一个 W，
回落是一个 X， 目前我们是处于这个外浪当中。那如果继续细分它小级别的结构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段它首先走出了一个引导楔形，然后出现了一个调整，当下它是处于第二阶段或者是外浪三的再次上涨的这样一个过程。等这个外浪三走势全部结束，那么说明这一次整体的大 B 浪的反弹才有全部结束的一个可能性。那接下来首先我们用这个波浪尺来对比一下这个 W 浪和这个外浪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然后我们再对比一下外浪一和外浪三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当前在结合前期反弹的高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压力区域是位于440到442美元这个区域，第二个压力区域是位于465到458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后期整体向上来看，上方这两处的目标压力非常关键，非常关键。因为最近的整体特斯拉的走势还是比较强的，已经突破了前期所谓的黄金分割 0.764 的这个位置0.764 的这个位置，这是之前我们看到的整体的反弹目标在423。但是当下运行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一个结束的迹象出现所以它有可能会向着更高的目标压力区域去运行。但是从整体的结构发展来看，其实是已经到了此次这个 B 浪外杠3的一个末端那后期整体向上的空间，按最近的目标来看大概15美元，按远一点来看的话，大概有40美元。但是从整体下方的上涨250美元来看的话，那其实这一波整体上涨的幅度已经比较大了，已经涨了将近175美元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当下的位置距离上方的压力目标都非常接近，并且它处于结构上的这样一个尾声。所以从中短期的思路来看，当下这个位置已经没有值得去参与的这样一个机会或者契机，向上的空间比较小，反而后期向下的空间比较大。这就导致了如果在当前这个位置你要去参与的话，盈亏比不是特别合适，无法去形成比如1:3或者1:4这种波段交易的这种整体这样一个思路。所以我个人建议，如果你前期在相对低位持有此次反弹的这个 B 浪反弹的仓位，后期再次上涨靠近了比如440位置附近，可以考虑去减仓，甚至于再涨到465、458这位置，可以继续去考虑减仓，直至出现周线级别的顶分型十字星先全部出完。至于后期是否会按照预期在上方结束 B 浪，展开 C 浪的下跌，我们必须等待上方出现周线级别或者是更大周期的顶分型十字星，我们才能有去参与的预期在，或者是参与的因素在。好，这是当前我们对于整体走势的最新的更新的看法。这里再说一下另外一种小概率发生的时间，此处我们还是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之前我们说过，整体的这个第5浪上涨它起始位置是在 101.80 美元。我们以往常见的终结楔形，它都是会出现一个所谓的收敛形态，第2波上行的幅度小于第一波，第3波上涨的幅度小于第2波，调整的时间呢，第2次的调整时间会小于第1次调整时间，整体走势它会呈现一个比较收敛的这样一个结构形态。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它是否会走出以往我们非常少见的扩散终结楔形。如果是按照红色段的预期，它走出扩散型的引导终结楔形，也就意味着后期特斯拉的股价在上方还会出现一个新高，但是我们当下不能把这种小概率事件当成一个主因去来考虑，只能当做一个备选的方案。只能说后期如果真是向上突破了488美元，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考虑到后期会走出这种少见的扩散终结楔形的形态所以当下我们能把握的就是说，从相对的低位之前，从4月底我们在250美元把此处先当做一个反弹结构先来看，
但是至少能保证$250到$420这个波段，我们是首先能拿住的。至于后期是否发生小概率事件，我们再根据市场的发展再来观察。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于这个特斯拉整体走势的第4次更新。那么给大家提示的也是，当前重点需要关注的是440到442或者458到465这2个压力区域。整体的结构我们也是看这个 B 档内部3波反弹的一个末端，内部结构运行的是一个双重3浪的结构，次级别运行到当下的Y 浪3的这样一个末端。所以当前的位置提示风险。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